这李耀也真够狠的，为了对付罗峰，竟然直接把激光炮弄出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没在基地室外见过激光炮。波莱纳斯家族长期从事非法军火买卖，走私卖出的核弹和激光炮不少，是时候教训这帮发横财的家伙了。都认真点儿，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。李先生，激光炮全部组装完毕。目标锁定完成了吗？罗峰在距离我们3公里处的山脉里，但因为人类体积太小，雷达只能够勉强发现它。一旦距离再远，就很难锁定了。哼，那现在能击杀他吗？不能。目标现在在山脉内部，可山体足足有超过3万米厚度的岩石，激光在射中目标之前，威力肯定已经损耗殆尽了。不过，只要他从山脉中冒头，或者只要阻碍的岩石厚度在10米内，就能击杀他。很好，给我锁定罗峰，我就不信了，你这小子的阴险，肯定会使用望远镜偷看我这儿。一旦目标处于可射杀状态，直接将其击杀。是。龙血效果果然好，刚刚一修炼，把先前没能吸收的能量都融入了体内。这手臂应该很快就好了。我去看看李瑶他们在干什么。动了，那罗峰动了。哦，什么时候可以发射？还要等等，罗峰还在山体的掩护之下。等罗峰走到前方开阔地，或者冒头观察的时候，便可一举击杀。不知道这时候他们是否处于戒备状态？如果有机会，得再狠狠教训李瑶他们一通。还带着不少箱子过来，而且搬动箱子的时候还那么小心，肯定是重要的东西，到时候一并毁掉。不对，不远万里过来追杀，李瑶不可能带没用的箱子。精神念石只要飞起来，李瑶就算再厉害也杀不了。人类中对战神级精神念石有威胁的武器，只有核武器和激光炮。从变形性来看，那箱子里装的恐怕就是激光炮了。他怎么往回走了？难道这小子发现激光炮了？可怕，差一点被瞄准了。幸好有这大山阻挡，他们现在暂时没办法。眼下我绝不能冒头，现在只有逃，逃得远远的。激光炮虽然是光速攻击，但是有距离限制，拉开一定距离后，他就根本无法发现我。接下来就是去哪儿的问题了。距这里大概3公里的地方有一条河，水能折射光，而激光炮轰在河流上，一是蒸发大量气体，二是产生折射，这些都会导致能量衰减，所以那里就是我的生路。这片水域为什么是灰色的？没有任何地质地形数据，这是非常奇怪的情况。先进入大湖深处，脱离激光炮的威胁范围，是当务之急。他向南边跑了。
不能让他跑掉，立刻击杀。是。李奥先生，远处一架极限武馆的战机正高速接近。啊！该死！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极限武馆发现了。怎么办？詹姆斯，你留下挡住极限武馆的人。去追罗峰！詹姆斯先生，那我们别轻举妄动。这两位极限武馆的来头不小，一个是总部的特派员杨辉，另一个是五大巡查使之一的弗拉基米尔，他的实力达到了超越战胜级，我们得罪不起。詹姆斯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？里奥人呢？这个，地球联盟禁止人类使用激光炮对付人类自身。奉总馆主的命令，这架激光炮我们会将它带走，请各位配合。什么？这是我们波莱纳斯家族？你有异议？我们没有。请你们收起来。快，把激光炮拆下来，装进箱子里。告诉里奥，很快他就要为他的愚蠢付出代价。辉够狠，杨辉的实力稍逊，倒不足为惧。可那个弗拉基米尔，我曾在虚拟空间里败给他2次。以这罗峰的天才实力，极限武馆肯定看中。恐怕这次极限武馆也是通过卫星探查，监视着罗峰这里的动静。你看着。我会让你后悔这个决定。只有进入水中，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激光炮的威胁。不过，里奥仍会使用追踪定位手段追上我。就躲到更深的位置，看你的定位手段还能否奏效。我这里罗峰定位有问题，你那边的雷达有没有探测到罗峰位置？李先生。那罗峰刚才沿着河流迅速朝南方前进，现在距离太远，雷达根本发现不了罗峰。什么？
发现不了了。你要罗峰电话号码干什么？快，别废话！要，你别乱来。你要想确认罗峰位置，还得通过我这儿。你的随身通讯设备虽然有简易的追踪定位功能，但缺少反追踪技术。你确认罗峰位置的同时，他也同样能发现你的位置。那你这边还要多久？罗峰的信号变得非常微弱，根据地形推测，他很有可能躲入了水下。我让工作人员使用抗干扰性强的信号追踪方法重新定位，很快就能把位置信息发给你。好，快点！夫人，位置坐标确认。直接传送给先生。这条河流才10余米宽，就算有怪兽，一般也不强。真正强大的水类怪兽会在大的湖泽或者海域跑。归根结底，我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怪兽。远处有东西在迅速靠近，看来李瑶还能追踪到我。我最高速度能达到500米每秒，但李瑶作为高级战士，肯定略高于我。我迟早会被追上。当初就是因为手表的号码泄露，让李瑶追踪到了我。看来只有彻底关闭通讯手表了。想找到我，抱歉了。信号怎么又消失了？快点给我搜索！坐标呢？我问你，坐标呢？我还想知道呢。但罗峰的通讯手表失去信号，所以找不到罗峰位置。可能罗峰已经让手表断电了。找不到了。耀，你还在吗？我万里迢迢从欧罗巴带人马赶过来，一来就被杀得人仰马翻。哼，现在连确认罗峰的位置都办不到。通讯手表关闭，李瑶失去了追踪位置的手段。我也可以不用藏在水底了。周围的雾气越来越浓，这里应该就是之前在地图上没有任何地质数据的灰色区域了。以目前人类的勘探能力，居然会有这样的未知地区，非常罕见。我得加倍小心才行。超高压电流，怎么回事？全都是一场空，一场空啊！可恶！我唯一的儿子死了，罗峰，你休想活着！我就算抽干这条河，也要把你找出来。我李耀绝对不放弃。
超高压电流，怎么回事？强大的放电类水族怪兽，特别是联手放电，甚至能将强大战神瞬间电晕。老天，差点就栽在这儿了。我得小心点，离水面远些。怎么回事？好强的怪兽，就连我的 SS 级飞刀也只能勉强擦破了它表层的皮肉。这不是银电蟒的声音，湖面下还有怪兽。这强大的吞噬漩涡是那头怪兽的杰作。陆上怪兽种类超万种，但也只是水族怪兽种类的零头。至今人类所知的水族里，从没听说过叫声如婴儿啼哭、吞噬力如此惊人的怪兽。就算是李耀，也不可能轻易从他手里脱身。继续前进，我倒要看看这湖泊到底有多怪异。罗峰，你躲吧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有座湖心岛，这岛上的雾比湖面上还要浓，真是座彻头彻尾的雾岛。这岛屿怎么这么安静？不对劲，我从没觉得那么心悸过。湖泊被强大的水族怪兽占据，而湖心岛却感应不到一头怪兽。这湖泊诡异，岛屿也诡异。李耀如果知道我的位置，一定会不顾一切地赶过来。他虽然强大，但是无法飞行，只能渡过湖泊。而这湖泊里到处都是强大的水族怪兽，要想活着过来，难度也极大。李耀，你也该来了。罗峰的坐标。耀，罗峰的坐标你收到了吧？你确定是他？你是怎么得到坐标的？那罗峰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开启了通讯手表。我担心这是他的陷阱，想引你过去。陷阱？我有黑神套装帮身，只有超越战神才能伤我。罗峰，哼，他能有什么手段？挂了。还有120公里，罗峰，
希望你在那儿。这罗峰还真会躲，竟特地选了一个满是雾气的湖泊岛屿。好可怕的力量！单单这一抽，绝对有领主级实力。这湖泊中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水族怪兽！幸好我这黑神套装是完全阻电的。那是什么？不好！李瑶还没过来，是死在湖里了吗？他有黑神套装，估计很难被杀死。可如果被水族怪兽困在湖底，被活活憋死，也大有可能。心悸的感觉淡了不少。我现在的实力，算上精神念力，已经接近高等战神，足以应对大部分危机。去岛屿深处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这头领主级水兽居然突然退走了，没有继续追击。他是在害怕什么？难道这座岛上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敢靠近？幸亏黑神套装能随意变换形态助我逃脱，否则10条命都不够死的。贝妮娜，给我重新确认罗峰的位置。暂时在这里休整一会儿。哥，你在南澳大陆怎么样？放心，我现在很安全。安全就好。我在网上查南澳大陆的资料，没想到那里的怪兽竟然那么危险。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那些怪兽，割杀他们就跟砍瓜切菜一样，你们就别担心了。倒是你，最近跟小南处的怎么样？还成，就是没法见面。哥，你知道的，其实小南比我的压力更大。别急，阿华，今年年底前我就能带一份生命之水回去，到时候你就能站起来了。我能站起来了？可是哥，你不是说生命之水很难弄到？阿华，你放心。这事儿尽管交给我，我一定会让你站起来的。到时候，你就和小南一起手牵手走到他父母面前。谢谢哥。奇怪。我都深入岛屿2、3里地了，依旧没有怪兽的痕迹。
而且南澳大陆正值冬末，可岛屿的树木花草却如春夏时那般茂盛。怪兽，居然是植物系怪兽！这么硬，2把不够，那就尝尝6把。哼！食人花，全世界的植物型怪兽只有食人花1种，而且全部在南亚美利加，这里怎么会有怪石？柳树长得可真壮观呢！1、2、3，一共9棵柳树。这最细的一棵直径大概有1米，那最粗的看起来至少也有3米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些柳枝每一根的韧度，恐怕都能抵挡高等战将级武者的怒劈了。啊！不好！那淡金色柳枝比这些普通柳枝坚硬数倍，我割断一根就那么艰难。一旦被包裹住，被围剿了。真够狼狈的，我算是知道这雾岛为什么没有飞禽走兽类怪兽生存了。这儿简直是植物系怪兽的地盘，这个消息应该会让全世界都震惊吧。
通讯手表在战斗中受损了，只能标记大概位置。可恶！啊？难道说？已经下午3点了，再去上面看看。我得搞清楚那几棵柳树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不能按原路返回，得远离柳树的攻击范围。人生是理由。才打来，有没有受伤？还有罗峰这小子。别急，我想到个办法，不仅能尽快找到罗峰，还能挖一笔横财。有什么横财能和找罗峰相提并论？我现在在一座雾岛上，仅凭我一人，短短片刻就发现了超过12个草木之灵。草木之灵？什么？超过了12个？这座雾岛非常奇特，没有任何怪兽，但草木之灵的数量十分可观。光是柳树类草木之灵，我就发现了9颗。在战神中流传的十分名贵的千年柳木心，就是柳树类草木之灵的核心。原来这些被称为超级柳树的草木之灵，已经拥有了自我意识。树龄达到1000年的超级柳树，都能长到直径1米左右，其千年柳木心对身体素质的提升更甚于龙血。那颗直径3米的，我估计，我眼前这棵直径超过3米的，应该是万年柳树。以万年柳木心的奇效，我很可能突破，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。天哪！8颗千年柳木心，1颗万年柳木心，如果能全部拿下，那我们的地位必将撼动整个战神体系。可惜我不是这棵柳树王的对手，需要外援。你的意思是，通知家族那边？我猜雾岛上肯定还有其他草木之灵，甚至有比万年柳树更强的草木之灵存在。光靠我们吃不下，不如以一部分草木之灵作为交换，动用家族的力量，展开对罗峰的搜索。原来如此，最好是通知那些拥有黑神套装的强者或强大的精神念师，到时候我看罗峰还能往哪里逃。这里是地底深处的岩层，暂时还安全。我得赶紧通知极限武馆。不对，极限武馆总部在红宁基地室，比波莱纳斯总部更靠近南澳。我现在通知的话，极限武馆的人肯定会先到。如果极限武馆先到，李瑶肯定不得不离开，那我就没机会在这雾岛跟他做个了结了。以李瑶的阴险作风，以后就很难有机会跟他正面对决了。相反，爸妈阿华他们就有被报复的可能。我要等2小时，2小时后再通知，让极限武馆的人比波莱纳斯后到，届时双方争锋，我才有机会永久解除李瑶这个后患。
卡特兰，我的孩子，这次要请你出马了。伯父，得知你发送来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就将我的2位好友一起带来。我旁边这位，就是在全世界名气都极大的血影一番。至于这位，也是我的好友，巨凶凯塔。麻烦2位了，卡特兰，还需要其他人吗？族内不必，其他人去是送死，连秃鹫里奥在那雾岛上都没有实力弄到草木之灵，这一趟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家族内供养的战神，以及族内本身的战神，都不够资格。伯父，事不宜迟，我得到你消息到现在带人过来，已经过了12分钟。我马上就出发前往南澳大陆。我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。族长，卡特兰只是带他的2个兄弟一起去，那么这样一来，他们在雾岛当中获得多少草木之灵，我们族内根本就不知道。是啊，到时候卡特兰恐怕会自己吞没很多，只是将部分给族内而已。贪墨，卡特兰是我波莱纳斯家族最优秀的孩子，他的实力越强，就是我波莱纳斯家族越强。他如果想要当族长，3年前他就能当族长了。幻魔卡特兰，他是极限武馆和雷电武馆竞相拉拢的绝对强者。我们波莱纳斯家族能在 HR 联盟内享有如此地位，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他。记住，对卡特兰不要有防备之心，伤害一个强者的尊严，将会带来可怕的灾难。这次馆主竟然将你也派过来，看来是很重视这岛屿。哼，你说这罗峰运气真是好得过分，不久前刚赢下龙血奖励，这么快又抽中大奖了。按照极限武馆内部分配规则，发现无主重宝并传回消息，已经确认，发现者可得到10%的份额。对罗峰来说，至少1颗千年柳木心是没跑了。我们俩负责开采和应对可能发生的战斗，可以获得30%的份额。如果你能独自应对，我并不介意把我的份额送给你。你不要？我不在乎。若非必要，我不会出手。而我一旦出手，那这30%的份额，你我就要平分了。若真需要你出手，那局面一定很糟糕了。波莱纳斯家族的人到了。必须将精神念力控制到最小幅度，被他们感应到就糟了。卡特兰，前面就是9颗柳树类草木之灵，
草木之灵攻击力一般不强，李耀，你怎么会对付不了他？看样子，这个人的实力最强。对付？那柳树王可是直径达到3米，当年孕育着千年柳木心的柳树类草木之灵，直径也才1米。这柳树王可比那可厉害多了，特别是他的一根根淡金色柳枝条，每一根都非常坚韧，一旦被重重捆缚住，就是我也必死无疑。他也是精神面试。对付柳树啊，就他们4个。那9棵柳树最核心的一棵，也是最粗的一棵柳树王是最厉害的，而且它的淡金色柳枝条是足以覆盖周围其他柳树的，所以我想要攻击其他柳树也是没有办法。很强。而且每一根柳条都有200-300米长，足以渗透地底保护根系。要弄死它的根部，比砍断它主干还要难。你准备怎么办？柳树王交给我，你们3人从外围进攻旁边的其他柳树。记住，你们保住自己安全最重要。等那柳树王被我完全牵制住时，你们再全力砍掉其他柳树。好强大的精神念力，居然能够控制14把飞剑。开始。4个人，竟然3个人拥有黑神套装。费尽力气才斩断一根柳条，他居然……他手持匕首的威力确实很强，但用精神念力控制的匕首却弱了很多。莫非他的精神念力并不比我高多少？好可怕的传子力，精神念力还能这么用？我已经暂时压制住柳树王，全力攻击其他柳树。是。千年柳木心，机会稍纵即逝，我必须出手了。回来！精神面试。得手了。
是谁？你的仇家，一个战神级的敌人也在岛上，而且还是精神念师。你之前为什么没说？千年有木心，卡特兰实力很强，我还是到地底深一点比较好。差不多地底3000米了。哟，这人是谁？你的仇家，一个战神级的敌人也在岛上，而且还是精神念师。之前为什么没说？是罗峰。我以为他已经死在湖底怪兽手上了，所以就……罗峰，精英训练营的那个罗峰。是的，卡特兰，你也是精神念师，我们现在去追，应该还能抓住他。不对，罗峰这名字我有印象。他是极限武馆的人。对呀，怎么了？你是说他敢露面强抢草木之灵，说明他肯定也叫帮手了。极限武馆的人很快会到，别管那小子，抓紧时间采集草木之灵才是正事儿。要在极限武馆赶来前撤离。地底深处竟然还有一条暗河，而且水流汹涌，很不寻常。这里气味不太难闻，沿岸也没有动物残骸，再加上水流汹涌，似乎暗河里没有水族怪兽，只是不知道暗河通往哪里。先不管了，现在千年柳木心更重要。我小心一点，就算有怪兽，也别惊动他们。千年柳木心。按照规定，我应该立即上报极限武馆，但是李瑶他们很可能追上来。那个黑袍男更是战神级精神念师，如果被他发现这里，不仅千年柳木心会被夺走，我自己更是必死无疑。也许现在服下他变强，才是最佳选择。或许他能助我成为战神巅峰，超越战神的存在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精英训练营罗峰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问，千年柳木心该怎么使用？请稍等。千年柳木心表层晶体外壳坚韧无比，内层液体才是精髓。使用方法就是刺破外壳，口服精髓。服用过程中会非常舒服。根据跃升实力多少，这蜕变过程时间长短不一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事情吗？啊，没有了，谢谢先生。先生，太好了！现在我的实力跟拥有黑神套装的李耀相比，还差上一丝。自从当年天价悬赏之后，我从来不敢有一丝松懈。但使用千年柳木心之后，屠救毒仙，以后不是我担心害怕你们，而是你们害怕我了。来吧！好舒爽，感觉全身筋骨皮肉都在颤动。我能感觉到身体素质在提升。精神念力也跟着身体素质承受极限在疯狂提升。
仍在爆炸。暗金色圆球碎。这次蜕变只用了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前，卡特兰等人还比我强，可是现在，我随意一拳都赶上过去全力爆发。现在我的身体素质最起码是中等战神。那一夜的觉醒，我成为了精神念师。这一次，我100%确定你是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师。之前我一直担心。暗金色圆球会支持我到什么时候？很多精神念师支持到高等战将或者初等战神时，就停止提升，耗光潜伏的能量。而现在，我拥有了无尽的识海，我的精神念力仿佛银河，无穷无尽，强大，无比强大的感觉。下一步就是去看看里奥、卡特兰，顺便也跟里奥了解一下承认责任。半个小时，他们4人还没将9棵柳树全部砍掉，那么大致能估算出他们的实力。卡特兰的6根标枪实比匕首，卡在柳树王躯干内了，又被柳枝条卷住，很难抽出来。快，抓紧时间！砍掉这柳树王后，我们还要去夺其他草木之灵。主带受创，实力大减，快！柳树王的攻击在逐渐变缓，看上去快不行了。断了，全部断了！进攻躯干，爬开！海塔，过来帮忙！
费了数10倍精力，终于成功了！快，找到万年柳木星！幸好能看到他们砍伐柳树王的一幕。既然极限武馆的人马还没到，那我就试试。快点找！有人！罗峰，好久不见。罗峰，你如果躲在地底，以你精神念师的能力，我也抓不到你。不过你竟敢来到地面上，真是愚蠢。难道你使用了千年柳木星，一下子成为高等战神巅峰精神念师？不可能，精神念师本来就非常少见，能一次性就提升到高等战神巅峰，整个地球屈指可数。谢谢你们帮忙砍掉柳树王，让我省掉很多事情。杀！罗峰！就再次画上句点吧。虽然无法刺穿你的黑神套装，但现在我6柄飞刀的冲击力超过300万公斤。足够将你5脏6腑震碎！好强大的精神力！难道他已经是高等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师？怎么可能？万年了无限。万年了无限。我的2次攻势都能被化解。黑神套装果然厉害。
仙君，还有着惊人的穿透力。再这样下去，那只好借助飞刀的力量拉开距离。我每柄飞刀蕴含的冲击力都超过50万公斤，6柄合力更能超过300万公斤，而李耀竟然依旧在飞轮，丝毫不减速。要不是依靠黑神套装极强的韧性，再通过皮膜传递分散冲击力的功能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又想故技重施，借助冲击力直线奔跑吗？这次无法得逞了。错。真是个老狐狸。如果有一张高材质的网就好了，就算杀不了他，也能把他捆住。只好请他出马了。刻意压低了声响，我都感应不到了。那边，原来是他们挖掘草木之灵的声响。走。看来也并非一无所获。对于有黑神套装的战神，我就像对着一个缩头乌龟无从下手。可毕竟这里有一个没有黑神套装的。他被追了。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罗峰，我原本是去追里奥的，那家伙太狡猾，让我给追丢了。阴差阳错发现了你。哎，你不逃吗？罗峰，我的实力不如你，我认输。我愿意将我得到的草木之灵都给你。哼，很好。我知道你背包里有2个草木之灵，交出来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到欧罗巴的时候有事可以找我。下次在虚拟空间战神宫，我请你喝一杯。还挺热情。这里呀，藏得真谨慎，不发出一点声音，精神念力也找不到他。来了，跟他说，啊，他一来，局势就不一样了。我们走。火焰绕身，凌空飞行，能同时拥有掌控自然元素和飞行能力的，只有超越战神的存在。二长老。你们发现的万年柳木心，就是被他拿走的。是的，长老，不只是万年柳木心，他还抢走了其他3个千年柳木心。小子，把柳木心乖乖交出来。草木之灵不是任何一个组织的私宠，您觉得？我给过你机会了。
好强的力量！超越战神级别的权利，结束了。和一般战士不在一个量级。八二长老有火焰能力加持，这下他死定了。不对劲。逃得倒挺快。我在力量上无法与他抗衡，但在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力辅助下，我的速度已比李瑶快上不少。或许可以一搏。竟然打得有来有回。精神念力可以让他在空中的速度略快，但这种优势改变不了什么。妖的两木心在这里。现在交出来，已经晚了。没想交出来，只是给你看看。我看你能逃到几时？二长老怎么追不上罗峰？超越战神级在地面奔跑速度极快，但在空中无法借力，导致强大的双腿爆发力无法发挥，所以飞行速度要比在地面上慢得多。
限武馆的战绩。是他。见过两位巡查使。罗峰，我们也算打过几次照面了。1年前你刚完成准武者考核的时候，我有和乌通提起你，当时我已注意到你拥有的精神力，而现在你的进步之快，再一次让我感到惊讶。哼！朱巡查使，法尔长老，你刚才气势汹汹地追赶我们极限武馆的成员，他可是有得罪你的地方？都是这小子，抢走了本属于我们 H2联盟的草木之灵。雾岛上的草木之灵归属权在你们，何以见得？朱熹，你可不要拉偏架。雾岛是我们先发现的，最早发现雾岛的人是我。法尔长老，你可以让卡特兰、里奥他们来对质。如果是按谁先发现谁有开采权的规矩来，那就请容许我逐个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询。你在一旁监督，开采权根据问询结果而定。你看怎么样？这雾岛是没有主人的，凭什么给你极限武馆？有本事大家去公平争夺，谁夺到的草木之灵就归谁。最后还是比谁拳头硬嘛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我都不许参与，只让其他人争夺。你觉得够公平了吗？罗峰，你也待在这里。巡查使，他们有4名高等战神啊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搜寻其他的草木之灵。看你的了。到目前为止，草木之灵的归属情况如何？已发现的柳树类草木之灵中，有9个千年柳木心，1个万年柳木心，其中6个千年柳木心被他们夺得。我自己早先服用1个千年柳木心，夺得2个千年柳木心以及1个万年柳木心。这万年柳木心绝对不一般，可能比10个千年柳木心还重要。巡查使，依照 H2联盟那边的意思，草木之灵还有很多，仅靠另一位巡查使和4名高等战神竞争，恐怕……他有足以匹敌4人的能力。